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一行，强调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那您对此有何领悟心得呢？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元首今天在会见舒默一行时就再度强调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它的分量和重要性又如何体现呢？中国元首在会见中讲得很透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正因为兹事体大，攸关所有地球人的共同利益，那么国际媒体也都 get 到了这一新闻点。今天法新社发自北京的电稿就直接把 U.S.-China Relations Impact Destiny of Mankind， 也就是美中关系决定人类命运的这个表述，做进了电稿的标题。中国元首向舒默一行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那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要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个人认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党参议员团，给予高规格的礼遇，恰恰正是中国元首胸怀、视野与担当的直接展现。那么，这也再次体现了对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与经略。我注意到，中国元首也发出了邀约，欢迎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知道，舒默他作为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在美国政坛是以所谓对华鹰派著称的。但是呢，他这一次访华成行，今天呢获得中国元首的会见。那么此前还先后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与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谈。那么包括在访问上海时，和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可谓是受到了最高礼遇。那么见到了包括中国元首在内的2位正国级的领导人。那么这是此前美方多位政府官员访华没有曾受到的待遇。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也让舒默一行得偿所愿。那么舒默这一次率领的是跨党派的议员团，他本人是民主党籍。这一次驴象两党各有3名参议员组团，他们在启程访华前就已经表态，期待能够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视之为访问的最高目标。舒默本人也表示，希望此访与中方进行直接、坦率、相互尊重的对话。我注意到，舒默访华期间，他个人的这个说法呢，成为外媒引述率最高的一句表达。美方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希望同中国脱钩。那么查央媒的报道可知，今天呢，在和中国元首会谈时，舒默也再次就此做出强调，期待这样一位鹰派人物，他在结束东亚之行返回美国之后，能够将访华期间反复重申的这样一个重要表态，能够真正落实，真正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那么我同样期待舒默一行能够通过此次高强度、高规格的访华行程，能够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加全面、客观、公允的理解与认知。同时特别要强调，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境外舆论高度关注并且期待的一场重磅会见。那么对于今天的会见，境外舆论都有哪些关注点呢？香港南华早报今天的头条滚动新闻标题说，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下月将会出席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我认为呢，这就构成境外媒体的最大关切，也是最大的期待。期待中美元首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多边会议上实现双边会晤，为稳定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再度做出强有力的引领，为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再度来靶向引舵。过去几天，有《华人的邮报》率先爆料，美国主流媒体都在密集引述各种高官吹风，声称白宫已经开始在为加州习拜会进行前期的协调准备。事实上呢，美方不少智库学者也是在循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舒默的这一次访华行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何瑞恩，他呢就特别向媒体强调，舒默访华为铺路可能到来的习拜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那么就美国舆论场上热议的中美元首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舒默会见如期实现之后，那么外界密切关注的下一个观察窗口就是王毅是否会在近期应邀访美。此前呢，国务卿布林肯曾经明确喊话，期待金秋在美国和王毅继续来进行当面商讨。
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2党代表团。习近平指出，中美作为2个大国，应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路透社、彭博社等全球主流媒体也第一时间报道了舒默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内容，并突出了针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2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竞争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更解决不了本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中美2国经济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全球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协调和合作。中美作为2个大国，应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增进2国人民福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延绵不断5000多年，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合作交流的和平理念。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原因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期待、得到人民支持拥护的成功发展道路。中国将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希望2国立法机构多来往、多对话、多交流，增进彼此相互了解，为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做出积极贡献。舒默表示，很高兴访问美丽的中国，感谢中方热情接待，使我们通过此行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舒默等介绍了对中美关系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不仅对美中2国至关重要，也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发展繁荣有利于美国人民，美方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不希望同中国脱钩，愿同中方本着开放坦诚、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对话沟通，负责任地管控2国关系，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美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就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毒品贩卖、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当天早些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也与舒默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你们是这些年来首个访华的国会议员的代表团，这表明你们愿意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同中方一起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王毅表示，希望此访有助于美国更准确了解中国，有助双方更加理性处理现有分歧，协助2国关系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王毅指出，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发展权利，中美之间的分歧过往没有双方展开互利合作，今天也不应该成为对抗和冲突的理由。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美国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这种不同，过去就没有阻碍我们开展互利合作，今天也不应该成为对抗冲突的理由。舒默感谢王毅的欢迎，他表示自己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华，表明愿意进行坦诚而富有成效的沟通。America wants stability and fairness.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decouple. We want the Chinese people to have economic opportunity. That would be good for America. 深圳卫视注意到，由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2党参议员代表团一行6人，在中国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7号，抵达上海展开访华行程。现在转往北京，之后将前往西安。
路透社、彭博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对舒默此行予以高度关注，第一时间报道了舒默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内容，并突出了针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上一次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访华是2019年。也是4年前的事情了。在这4年过程中，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后面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其实就是美国国会的对华立场的这样一个日趋强硬。这个背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中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经常来中国走走看看。谈一谈，聊一聊，对增强国会议员们对中国的实际的当下的发展现状有更加清醒、更准确的认识。第二意义，我个人觉得为未来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回暖营造政治条件。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高层接触近期较为频繁，也让美国的盟友对其过去数年中鼓吹的脱钩断链产生怀疑。作为美国在南半球最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亚正在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和政治关系。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援引2名消息人士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在过去8年里进行了3项内部秘密研究，以确定这个大宗商品输出国能否完全实现供应链多样化，摆脱对中国的所谓依赖。澳方研究结果显示，答案是否定的。报道称，该结论也证明了堪培拉去年底与北京恢复贸易接触是正确之举。一名消息人士称，作为政府内部常规政策研究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外交兼贸易部和国库部共同负责实施了其中2项研究，一项在2015年，另一项在2020年。这2项研究的结论都指出，没有其他市场能取代中国成为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但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却一心只想追随美国印太战略。时任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西·弗莱登伯格下令禁止公布这2份报告的研究结论，认为这不符合当时的莫里森政府的中国叙事。但报告的结论却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引发讨论。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政府高层日渐形成一种普遍共识，那就是中澳贸易是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的。那么，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取得今天的成就，取得如此大的规模，这是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结果。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应该思考的、应该做的是如何推动2国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而不是说要找什么替代方案。长期以来，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液化天然气和农产品的最重要买家。双边贸易被普遍视为2国关系的压舱石。2022年上台的阿尔巴尼斯政府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去年底派出华裔外长黄英贤访问北京，就是一个积极信号。今年9月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李强表示，近1年来，中澳关系持续呈现积极改善势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2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阿尔巴尼斯表示，澳中关系十分重要，澳方对2国关系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会晤后，阿尔巴尼斯还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同日，中澳高级别对话也时隔3年多在北京举行第7次会议。有观察指，中澳作为亚太地区2个重要大国，经济高度互补，双边合作不但在传统领域大有可为，在清洁能源等领域也有很大潜力。虽然仍面临来自澳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但阿尔巴尼斯将访华和中澳高级别对话的举行，都证明2国正在各层级努力推动双边关系恢复。对于阿尔巴尼斯来说，访华以及改善中澳关系，也是工党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证明。他上台之后呢，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但是呢，中澳关系仍然有一些挑战和问题。工党想尽快在中澳关系这个问题上再取得一些进展。而欧盟国家方面实际上先于美国掀起中国热。自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率经贸天团访华以来，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欧盟主要领导人纷纷实现了访华。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今年6月成功回访欧洲。欧盟官员透露，被称为欧洲外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将于本周到访北京，与中方讨论中欧关系及外交安全政策问题。在此之前，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期，负责经济事务的东布罗夫斯基斯已经实现访华。这意味着欧盟负责经济、外交的主要领导层都已经实现访华。实际上，中欧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欧企业和消费者获益很大。2022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额达8473亿美元，这意味着中欧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超160万美元。而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欧班列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经贸大动脉。截至7月，今年的开行列车就突破1万列，发送货物108.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7%。我们期待这个博雷利这次来访，通过他的访华，我们就是知道欧方他真正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以及他在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的背后，到底是出于战术考虑还是出于战略考虑，到底是不是合理？考虑到各自的这样利益关切，那我们双方应该怎么去把它进行加以解决，把风险控制到最小，然后同时实现更大的这样一个利益交集。来关注巴以局势。截至目前，双方共有超1300人死亡，超4000人受伤。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巴以局势紧急磋商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快实现停火。张军强调，当前地面形势十分脆弱，中方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开展斡旋，推动局势尽快降温。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举行紧急磋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张军指出，巴以局势之所以屡现危机，根本上是由于中东和平进程偏离正确轨道，两国方案基础不断受到侵蚀，联合国相关决议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国际社会和当事方必须着力打破恶性循环，超越零敲碎打的危机管控，以最大的紧迫感为推进两国方案做出切实努力。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to prevent the further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further casualties of civilians, and also what's also important is really to come back to the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e peace process. We condemn all attacks against the civilians. 在9号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多国记者就巴以最新冲突询问中方立场。发言人毛宁强调，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出路在于恢复和谈，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通过政治方式实现全面妥善解决，使各方的合理关切得到保障。中方高度关注近来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对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十分痛心，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中方反对扩大冲突、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希望尽快停火止战，恢复和平。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22个提问中有10几个都与巴以冲突相关，尤其是针对中方对此事的态度以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宜等问题被反复提及。对此，发言人表示，在巴以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并强调外交部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也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深圳卫视注意到，8号开始，几大国内航空公司从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往返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取消。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到达告示牌还显示，美国航空、法国航空、汉莎航空、阿联酋航空、瑞安航空和爱琴航空等航空公司的航班也取消。从8号开始，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该国进入战争状态。以色列国防军首席发言人丹尼尔·赫格里表示，以军正在征召数十万预备役军人，为最终对加沙地带进行地面反击做好准备。这是过去数十年来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征召活动。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长约瑟夫·加兰特宣布对加沙进行全面围困，称当局将切断电力并阻止食品和燃料进入。半岛电视台高级政治分析师马尔万·比沙拉警告称，未来几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局势将变得更加糟糕，以色列可能采取地面行动。居民雷法特·阿雷尔对记者表示，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加沙地带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8号与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杜德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展开枪战。一段视频显示，以军当天对哈马斯武装人员位于加沙地带的目标发动空袭，摧毁哈马斯3处军事指挥所。视频中，以军还对哈马斯武装人员及停靠的5艘船只实施打击。
以色列军队表示，在袭击了500多个目标后，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附近的南部领土。但半岛电视台驻当地记者指出，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完全属实。哈马斯方面则表示，8号晚，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向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和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凯隆发射火箭弹。يقوم الاحتلال بجيشه بالعدوان على أهلنا في مخيم جنين وفي نابلس في عقبة جبر هذا كله لم يكن ليتوقع أحد أن شعبنا سيصمت عليه。这次冲突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次冲突和以色列哈马斯加沙地带过去10几年的多次冲突的本质是不同的。在这次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控制加沙的哈马斯集团向以色列国的本土发动一场正规的立体的战争，这就使得以色列就不得不彻底的改变他们眼中的哈马斯的定位。以色列会比以前更彻底坚决的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实施打击，甚至会改变加沙的政治地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由于长期处于火药桶的中心，以色列对地区冲突并不陌生，但7号发生的海陆空3军突袭仍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缺乏事先预警。报道称，尽管以色列在过去数十年来已成为科技强国，拥有一流的情报机构，以军面对袭击仍感到猝不及防，这也令该国情报机构摩萨德备受质疑。摩萨德号称全球4大王牌情报组织之一，成立于1951年，在冷战期间执行了大量间谍、暗杀与反恐任务等，经常与美国中情局联手行动。以色列历史上面对5次中东战争占尽上风，摩萨德功不可没。他的眼线遍布对手的高层，大大增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力。1956年，摩萨德向苏联线人购买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公布后震动全球。1960年，摩萨德将跨国跟踪10余年的屠杀犹太人的战犯艾希曼从阿根廷抓回以色列受审。冷战结束后，摩萨德也一直高强度运转。2010年，摩萨德成功将阵网病毒拷贝到伊朗核设施电脑上，导致约1000台离心机瘫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报道，2020年在苏莱曼尼被暗杀之前，摩萨德提供了他出现在大马士革机场的具体位置情报，再由美军实施暗杀。对于在这次巴以冲突中，摩萨德情报系统让以色列舆论失望。以色列晚报指责，以色列遭哈马斯重创源于重大情报失败。以色列国防军前国际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库斯则回避问题，称情报方面的事情以后再说。Of course, everybody in official Israel will have to give answers to what happened and how a jihadi organization was able to do what they've done. And this will take years to rectify the breach of the trust.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去他们觉得自己控制得太好了，那么有一点这个松懈的这么一个态势。他对这个形势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他一直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国内的治安问题去考虑。而不是说当做一个这个战时的问题去考虑，这个就导致他精神上有些麻痹大意。对于乙方部门的不知道和没准备，以色列国土报8号发表评论，毫不客气地斥责以色列这次发生了全系统失败。评论称，具体而言，乙方此次不仅是情报系统失败和具体应对措施准备不足，更说明以色列长期以来在加沙地带所遵循的防务理念已破碎。分析指，尽管以色列在边境地区布置了装有摄像头、运动传感器的智能屏障铁丝网，还部署有军队巡逻，但哈马斯武装分子却简单地用推土机推平了道路，在铁丝网上挖了洞，或者从海上通过滑翔伞进入以色列。哈马斯也确实采取了很多新的攻击方式，而且就是说这次呢，它可以说是这个空地海这个结合这么去进攻。那么过去呢，以色列其实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从这个过去，它主要就是什么自杀式炸弹袭击啊，或者说这个迫击炮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但这次无人机呢，它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包括说它坦克也是被无人机以及这个密集的这个反坦克火力击毁的，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路透社则引述一名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和3名以色列安全部门知情人士说法报道，哈马斯过去数月采用前所未有的情报战术误导以色列，在筹划大规模行动的同时，给外界留下不愿陷入与以色列的对抗的印象。2021年5月，哈马斯曾与以色列发生大规模冲突，以色列其后扩大向加沙地带居民发放务工签证的规模，但现在以色列方面认为有大量的哈马斯成员趁机进入该国。好，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对巴以冲突的反应。美国一边倒支持以色列一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正前往中东，美国强力施压将对冲突局势有哪些影响？那么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美国会趁这次巴以冲突让军事和外交重心重返中东吗？来看报道。拜登8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拜登形容对以色列的攻击骇人听闻，并强调更多援助现已运往以色列，未来几天还将提供更多援助。两国领导人也承诺在未来几天保持联系。7号和8号，美国防长奥斯汀2度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奥斯汀表示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加强威慑。深圳卫视注意到，五角大楼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已派出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向东地中海进发，其中包括福特号航空母舰、巡洋舰诺曼底号以及导弹驱逐舰托马斯·哈德纳号、拉米奇号、卡尼号和罗斯福号。美国还采取措施增强该地区的美国空军 F-35、F-15、F-16和 A-10战斗机队。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以色列运送更多设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美军还宣布在全球保持战备状态。美媒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称，初步报告显示，目前至少有4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丧生，另有7人失踪。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多家美媒采访，他表示不希望冲突继续扩大。To make sure that, first of all, people had heard very clearly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about others in other places no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o use the influence that they have with different group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n't do that, precisely so that we don't have a broadening of this conflict to other places. 布林肯认为，这次巴以冲突的部分动机可能是为了破坏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努力。No surprise that those opposed to the efforts to normaliz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and more broadly, to normalize Israel'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巴以局势突然失控，也让外界进一步质疑美国近年来所推动的所谓新中东战略。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积极斡旋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与以色列也在改善关系。但就在外界乐观预计沙以建交快要实现的时候，巴以冲突突然爆发，打乱了美方的计划。美国媒体担心，美方的介入或将再次点燃中东这个超级火药桶，那将有可能使美国再次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美国驻伊拉克前大使杰弗里认为，这起冲突至少将会牵扯美国的精力达数月之久。This is a months-long thing that will require an Israeli ground incurs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troops into Gaza and very heavy fighting, while the rest of the region will be on the knife's edge of an even greater escalation, which is again why Washington has to play a much more aggressive role. 尽管美国正在展开外交斡旋，但其一边倒向以色列的态度也让中东国家感到不满，认为这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名美国国务院匿名官员就向轴线新闻网透露，在布林肯与一些同以色列签有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们进行交谈之后，他呼吁这些国家谴责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行动，但是那些外长们没有照做。这些中东国家就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去谴责哈马斯的行为，但是他也没有表示支持哈马斯的行为，基本上还是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希望事态尽快平息。外界注意到，虽然美方积极与多国外长通话，但实际上美国自身也陷入不小的麻烦。最紧迫的是，美国国会还没有批准新财年的预算，这意味着美国现有能拿出来援助以色列的资金相当有限。美国前防长艾斯珀认为，这一冲突将给美国国内政治带来一连串的影响。
It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in Washington, D.C. You can expect next week when the House returns, there will be resolutions out there supporting Israel. The question about funding for Israel, providing military arms will be on the table. I'm sure we will do it, but it will also call into question those who say we shouldn't support others abroad,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United States. 当然，也有观点指出，美国动荡的国内政治也给了中东一些势力制造混乱提供了可乘之机。分析认为，当前美国国内正在为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而争论不休。极具战略位置的中东重燃战火后，必然将占据美国大量注意力。一旦战火扩散，美国未来是否需要军援以色列，甚至调动军队进驻中东，这些都是未知数。美国商业内幕网站8号就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乌克兰当前面临的困境。报道称，美国于今年年初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战争储备弹药库提取了30万枚155毫米炮弹，转运到乌克兰，以补充乌军在战争期间大量的弹药消耗。当时以色列对此非常淡定，仅表示这是美军的内部事务。但美媒称，如今随着以色列正式向哈马斯宣战，以军可能面临非常巨大的弹药消耗。未来乌克兰想再用同样的办法获得大量炮弹补充，将成为奢望。这次呢，就是援助乌克兰已经给美国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引起了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如果在同时也需要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话，就会加重美国的负担。但是你也要看到，对以色列的援助的项目和对乌克兰援助的项目，它不是重叠的。以色列当然需要炮弹，需要防空设施，但是它不需要飞机。乌克兰需要，是吧？炮弹的口径啊等等各有各的需要，所以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巴以冲突已进入到第3天，死亡数字已超过1300人。那您认为血腥冲突会否继续失控升级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电视讲话中就宣称，这是一场战争，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场长期战争，不是一般的冲突，也不是军事行动。他警告以色列人要为此来做好准备。那么过去3天来，死伤数字在持续的刷新，血腥对抗之惨烈确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甚至呢，按照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以色列遭遇的全面袭击是911恐怖袭击与珍珠港事件的残酷集合。哈马斯武装分子从陆海空多个方向发动全面袭击，死伤最惨重的就是距加沙隔离地带仅只3公里远的一处音乐节的现场。那么以方声称有260多人在此遇难。那么从过往持续多年的军事冲突记录来看，几乎每一个乙方人员的伤亡都会对应10倍乃至数十倍的巴方人员伤亡。归根到底，那么这是以巴军力完全不对称的降维打击使然。昨天啊，半岛电视台在加沙地带做连线直播进行中，以色列的导弹就在女记者身后不远的楼顶炸响，惊得女记者急忙转身来查看。直播镜头它记录的是导弹炸响，那么楼内那些活着的生命呢？从最新的态势发展来看，冲突继续失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有2个主要的观察窗口，其一，以军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再度攻进加沙地带？一旦地面战开打，那么以加沙它作为全球人口最密集也是最贫困地区的一个拥挤程度，战事升级势必会造成更加惨重的人员伤亡。更何况呢，哈马斯武装也至少挥了110名乙方人质。其二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会不会介入冲突？昨天啊，他已经向以色列占领的这个戈兰高地发射了火箭弹。与哈马斯的武装相比，它的火药库要大得多，拥有火箭弹超过10万枚。但是呢，以色列大打出手，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困境就在于，一些个分析恰恰认为，这呢正是哈马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曾经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知名中东观察家马丁·英迪克，他在接受外交事务专访时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I feel that Hamas' intention is to get Israel to retaliate massively。”我担心啊，哈马斯的底牌就是要刺激以色列做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英迪克就分析，一旦杀戮接力，战争代价持续推高，那么哈马斯它的支持度在中东世界反而也会持续的走高，甚至哈马斯攻击的一个所谓的隐形目标，美国全力推动的
以沙外交和解也将会全面停顿，甚至化为泡影。总之啊，巴以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10月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把对台湾贸易壁垒的调查延至明年1月12号。接下来，商务部也将根据调查情况，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 ECFA 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那么，此举引起岛内各界担忧与高度重视。岛内业者痛批 ECFA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民进党当局就是罪魁祸首。来看报道。今年4月12号，商务部发布2023年第11号公告，决定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10月9号，商务部再发布公告表示，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2条规定，商务部决定将本案的调查期限延长3个月，即本案调查期限截止日期为2024年1月12号。深圳卫视注意到，自今年4月起展开调查后，商务部发言人曾在8月17号透露，初步调查显示，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涉嫌违反世贸组织关于非歧视原则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等规则。未来将结合贸易壁垒调查情况，依据有关规定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终止或部分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 ECFA 项下给予台湾产品相关税收优惠。比如说我们台湾的苹果，你可以吃到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法国的，就是没有大陆苹果啊。那如果台湾不做调整、不回应啊，那可能就会联动到 ECFA 了。2010年6月，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签署了 ECFA。ECFA 是为推动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及自由化达成的特殊安排，其生效与实施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多年来，大陆始终切实履行承诺，推动和保障了 ECFA 的生效和实施。因为我们要客观看到 ECFA 的签署其实有着9·2共识和一中原则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其实是大陆向台湾社会表达的一种善意。对于 ECFA 的讨论，应该要进一步的深入，应该要认真思考，善意的彼此释放，善意的相互的互动，是不是一个未来两岸关系必须要考虑的重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日前发表题为“废了 ECFA， 台湾剩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 ，ECFA 自2011年生效以来，已为台湾521项工业产品及18项农产品的输入减免了逾28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4亿的关税。一旦 ECFA 被终止，受损的不只是台湾的石化、纺织、工具制造等行业，也会冲击到整体产业，给台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经贸风暴。对此，岛内工商界、学界人士予以高度重视，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降低与大陆的对立，并有效处理两岸经贸争议。就是早收清单，大概折合美金大概是200亿美金的贸易额。当时我们在推这个 ECFA 的时候，它的就锁定在石化产业、纺织业、台中的工具机，然后还有包含农产品。所以，如果一旦 ECFA 被中国大陆宣布终止的话，这些产业马上就会面临很大的冲击了。对这些产业来说，这个影响算很大。但上台后却不敢兑现承诺，绝口不提废除这颗所谓的糖衣毒药，因为 ECFA 涉及大量台商利益。更为恶劣的是，蔡当局拿着 ECFA 的好处，又拒绝兑现 ECFA 对大陆企业的优惠条款，未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地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严重损害了大陆企业的利益。目前，台湾地区对大陆禁止进口的商品高达2000多项。商务部4月份调查立案时，涉及产品2455项，在调查期间调整至2509项。蔡英文以前把 ECFA 说的一文不值，快结束了，好像他也没有喊卡。没有。在大陆的认可下，2002年1月1号，台湾地区以台湾、澎湖、金马、马祖单独关税区的名义成为 WTO 的正式成员，但台当局却拒绝遵守 WTO 贸易规则中应该对成员采取一致待遇，要允许就全部允许，要禁止就全部禁止的规定，对大陆商品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在近2年来岛内闹得沸沸扬扬的蛋荒问题上，台湾选择从美、日、澳等国进口，却禁止近在咫尺的大陆鸡蛋出口至台湾。
观察指，埃克法当年签署的政治基础是9·2共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却拒不承认9·2共识，而是一味的以美谋独，在两岸民众之间制造矛盾，挑动对立，致使两岸关系大幅倒退，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但是因为埃克法说白了，它就是一个单向的对台湾让利的一个，就对台湾输血。可是对台湾输血了这段时间之后，原本中国大陆期待的善意恐怕在这些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对中国大陆的善意在大幅的降低。那更不要提到说，你今天民进党政府从埃克法赚到了钱，赚到了好处，然后投到了美国的怀抱，拿这些钱去买美国的武器，然后来作为美国的这个尖兵，作为美国的打手，这对中国大陆是情何以堪呢？有分析认为，一旦埃克法失效，将直接造成台湾出口减少超200亿美元，岛内石化、纺织和机械产业将是受伤最大的。这些产业占据了埃克法早期收获清单项目的61%。台湾国军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明德表示，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台湾企业拿到的订单锐减，已经连续13个月萎缩。倘若埃克法生变，势必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打击。曾在马英九时期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高长，近日在台北出席研讨会时表示，台当局应重视大陆方面的调查，应该认真回应大陆方面提出的清单，去适当反映，加大对大陆企业的开放，避免损害台商利益。如果埃克法真的被遭到了全面的禁止的话，其实就意味着两岸经贸关系会出现一个相对重大的调整，其实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象征。而这个背后所产生的更广泛面的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值得岛内民众和值得岛内政治人物深思。台湾地区2024领导人选举选战进入白话，高达60%岛内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外界都在关注蓝白合能否成功。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日前提出以5家民调作为蓝白合评判的建议。对此，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强调，不应只用民调来看待蓝白合。2024选战剩下不到100天，岛内舆论呼吁蓝白合作加快脚步，实质谈合作，向选民展现下架民进党的决心。距离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有3个月，为拉抬侯友宜选情与声势，中国国民党将自10月14号起20天内办5场万人造势。有关蓝白合共同下架民进党的热烈讨论，台湾民众党主席2024参选人柯文哲提出以民调作为蓝白合的评判依据，也就是民调比输赢，选5家民调，输的退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但可以推荐副手。所谓的蓝白合的问题就是说不然你讲嘛，总要有个比赛规则嘛。你国民党不可以说我没有比赛规则，但是我要和，奇怪，哪有这一回事了吧？民众党只希望说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样就好了。对此，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尚未正面回应。他强调，政党间很多理念要志同道合，且台湾民众有60%以上希望政党轮替，终结贪腐，因此蓝不会与绿合，只会与白合。不过，他同时表示，不应只用民调来看待蓝白合，那样会搞成蓝白零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联络的管道了，我们这个管道我们会积极的去面对面，大家一起好好做好沟通。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可以开出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职位给柯文哲的条件，以促成蓝白合。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8号再回应称，希望蓝白合不会成为零和游戏，可以在达成政治联盟后再谈细节。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一定要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理念，确认是蓝白合，这样我们大家为了这个理念来共同努力，共同结成一个政治联盟，将来成为执政联盟。我们确认成为一个政治联盟之后，我们可以再谈细节。连日来，多家机构民调显示，针对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仍暂时领先，侯友宜与柯文哲则旗鼓相当。非绿阵营能否顺利整合，关系着选战走向。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表示，柯文哲提出用民调来确定蓝白合方式后，国民党迟迟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方案，导致目前柯文哲的民调反超侯友宜，这也将成为柯文哲手中的最大筹码。国民党虽然手中握有更多可以动员的地方资源，但如果提不出合理的整合方案，可能会引发民众不满。
侯友宜回答的越晚，他的民调就会继续跌。是，因为社会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搞半天都不能够弄出一个标准出来呢？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称，柯文哲连开条件，从民调输的退选到现在民调输者推荐副手等，都表明其态度日益放软。侯友宜方也释出善意，但选战剩下不到100日，千万别雷声大雨点小，必须加快脚步，实质谈合作，向选民展现政党轮替的决心。蓝白合确实是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困境。那么，我觉得这个结构性的困境，第一点恐怕就体现在其实双方的这种政治互信是严重不足的。二个最关键的就在于蓝白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在于对于未来的所谓的政治资源如何进行分配，恐怕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既然双方已经深入到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合作，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好，希望听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表示，民调对比并非决定蓝白合的唯一方法，否则容易沦为零和游戏，并建议眼下应该由国民党与民众党以政党对政党的方式展开谈判。那对此您怎么看？我们知道，此前代表白色力量的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曾经抛出了侯柯两个人进行民调对比，输了的就退出的蓝白合方法。柯文哲之所以提出由他跟侯友宜两个人之间进行民调对决，是因为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人的民调处于半斤对8两不相上下的状态，甚至有时候柯文哲的民调还超过了侯友宜。再加上在侯柯两个人对比民调的时候，绿营民众还一定会为柯文哲灌水，以按住柯文哲。也就是说，由侯柯两个人来对决，柯文哲的赢面比较大，可以通过吃定侯友宜来进一步吃定国民党，这是柯文哲的如意算盘。那么侯友宜回应说，民调对比并非决定蓝白合的唯一办法，否则容易沦为零和游戏。这等于是拒绝了柯文哲提出的由他跟柯文哲两个人打擂台比拼民调的建议，甚至可以说是让柯文哲碰了一个软钉子。不仅如此，侯友宜还提出了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以党对党来谈的蓝白合的建议，这无疑是在以己之长来压柯文哲之短。因为虽然在跟柯文哲的民调对比中，侯友宜并不占优势，但是侯友宜的优势在于背靠强大的国民党。国民党不仅在台立法机构内的席位远远超过了民众党，并且还拿下了绝大多数地方县市的执政权，而且当前国民党的政党满意度还在上升，已经超越了民进党。而柯文哲则面临着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毛病，也就是个人很有号召力，但民众党的影响力却远远跟不上，甚至是需要依靠柯文哲个人的声望来拉抬。在这种情况下，侯友宜提出以党对党的方式来谈蓝白合，柯文哲与民众党就占不到什么便宜。那侯友宜拒绝了柯文哲提出的民调对比输者退出的建议，最终会不会导致蓝白合破局呢？我认为，虽然蓝白合，尤其是侯柯配是下架民进党的最好办法，甚至是唯一出路，但是面对柯文哲咄咄逼人的政治要价和勒索，国民党也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仅在蓝白合上不能急于求成，甚至还应该在面对柯文哲的时候摆出一副无所谓、悉听尊便的态度。或许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以退为进的态度反而有助于促进蓝白合。我之所以这样说，一个方面是因为假如蓝白合，尤其是侯柯配赢得了明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无疑蓝白两方都是受益方，只有绿营和民进党才是最大的输家。但是具体到蓝白两方来说，柯文哲与民众党无疑是更大的赢家，因为国民党不仅要在行政权力上向柯文哲与民众党分权，而且要在民意代表席次，尤其是要在不分区民意代表席次上向民众党分更多的猪肉。我之所以这样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假如蓝白合不成，无法挑战民进党的执政地位，那无疑蓝白两方都是输家，赖清德与民进党是最大的赢家。
但是具体到蓝白双方来说，柯文哲与民众党显然会输得更多，因为柯文哲不仅会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擦肩而过，而且在民意代表选举上也无法从国民党获得更多的礼让席位。对于国民党来说，虽然实现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的希望破灭，但是却可以利用国民党民望正在上升的势头，在台立法机构的选举中获得更多的民意代表席次。到时候，即使没有取得岛内的执政权，但是在地方县市和台立法机构选举中占有优势地位的国民党，下一次仍然有扳本再战的机会。而民众党失去了这一次机会，这有可能面临着被边缘化与泡沫化的危机。除此之外，对于柯文哲与民众党来说，更大的危机还在于，假如蓝白合，尤其是侯柯配不成，那在接下来选战中，侯友宜与国民党还可以操作弃保战术，让支持柯文哲与民众党的泛蓝民众重新归队。这样一来，柯文哲与民众党就有4大皆空的可能性了。